我和妻子相亲认识，结婚了3年，3年来，他始终对我不冷不热。我以为这是他身为医生惯有的冷静和克制，直到我看到他眼眶微红地蹲在地上帮他的初恋吹伤口，我才明白，原来他一直心有所属。后来，我和他的初恋同时受了伤，他却第一时间奔向了初恋。提出离婚后，他好像又突然爱上了我，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可我发现没有他的日子似乎更美好。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我收到了老婆闺蜜的微信，她发了一张照片给我，然后说：席安，舒逸最爱的初恋回来了，后面还缀了一个小丑的表情。我放下手里的香菜，点开照片，只见温书逸半蹲在一个男人面前，眼眶微红地吹着他膝盖上的伤口。这个男人我认识，他和温书逸的合照被温书逸小心地夹在他最爱看的那本书里。我不止一次看见他失神地摩挲着那本书的扉页，我苦笑一声，压抑住心底涌起的密密麻麻的酸楚。这就是温书逸结婚3年来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原因吗？哎，小伙子，香菜还要不要了？没见过你这么爱吃香菜的，天天雷打不动的来买。我回过神，接过塑料袋，笑了笑。爱吃香菜根本不是我甚至闻不了那个味，只是这是温书逸最爱的东西，所以逼着自己去接受而已。在厨房做好最后一道菜的时候，温书逸正好开门进来，看见我，他的眼神躲闪了一下。以往饭桌上都是我来嘻嘻哈哈说些有趣的事逗温书逸笑，而今天我们只是沉默着，最终还是温书逸打破了沉默。我已经说过小月了，你别误会，我和顾琛之间没什么。我手里的筷子顿了顿，点了点头，没说什么。温书逸松了口气，犹豫着继续说：顾琛刚回国，最近在找工作，他也是学建筑的。我记得你的公司是业内数一数二的，要不你帮他内推一下？我放下筷子，看着温书逸的眼睛，语气认真。温书逸，你让我跟你的初恋在一个公司，你觉得合适吗？温书逸皱起眉头，不悦地看着我。席安，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他只是我的过去时了，我们现在是朋友，帮帮他怎么了？我看着他不说话，他把筷子一甩，声音愤怒：不吃了。我自嘲地笑了笑，叹了一口气，放下筷子，摸了摸手指上的创口贴。他进家门这么久了，竟然一点没发现我的手指上贴了这么大的创口贴。对比起那张照片里失态的他，此刻显得我更可悲。隔天一大早，我的邮箱里收到一封温书逸转发过来的邮件，打开是顾琛的简历。我刚要回绝，温书逸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老公，他居然罕见地叫了我老公。要知道，这3年来他一直是用本名称呼我。我中午去找你一起吃饭，到时候我好好跟你解释解释。随后不等我的回复，就挂断了电话。我失神地看着黑屏的手机，心跳跳快了好几拍。他说他要跟我解释，这是不是代表了他还是有点在乎我的？可这份沾沾自喜，在我看到了坐在温书逸身旁的男人时戛然而止。席安，温书逸给我指了指他身边的男人，这是顾琛。顾琛打量了我一眼，眼里带着挑衅：你就是席安啊，能娶到温书逸可真是你的福气。我扯了扯嘴角，深深看了一眼温书逸，没说话。这顿饭与其说是温书逸要跟我解释，不如说是我全程在看温书逸展现出他在我面前从来没展现出来的一面。至少
我从来都不知道他可以这么健谈，也可以这么容易被逗笑。我捂着隐隐作痛的胃，刚想说我先回去了，就听到顾琛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想当初你跟我告白的时候，说医生和建筑师最配了，分手的时候又说你恨死做建筑的人了，没想到兜兜转转你还是嫁给了建筑师。我起身的动作微顿，看了一眼顾琛，他也正侧过头看我，眼里有些得意。恍惚间，我忽然想起当年和温书意相亲时，他一开始对我兴趣缺缺，直到我说起我的工作，他像是一下子对我就来了兴趣。原来这也是因为他的初恋吗？我的脸色变得苍白，胃底传来尖锐的疼痛，痛得我捂住腹部，佝偻下腰。温书意终于发现了我的不对劲，他皱着眉头看我：席安，你又怎么了？我埋着头，声音颤抖：没事，老毛病了。他像是良心发现一样走过来，扶住我。我的医院也在附近，我陪你一起去医院看看吧。我偏过头看他，只见他看着顾琛又说：反正顾琛也顺便要去换药。我讥讽地笑了笑，甩开他的手：不用了，回去吃点止痛药就好了。可还没走几步，我就脱力地半跪在了地上，额头上渗出层层冷汗。医院里，我失神地看着手背上的点滴针。温书意把我送到医院后，就把我交给了护士。他说顾琛行动不便，他要带他去换药。身旁的小护士凑过来，声音八卦：哎，你是温医生的朋友吗？他身边是不是她的丈夫啊？他们看上去感情可真好。我笑了笑，声音平静：你怎么知道他们感情好？她不以为意地调了调点滴速度。这几天，温医生一次不落地陪她丈夫去换药。听说她丈夫受伤来的时候，她眼睛都红了。温医生可是有名的理智和冷漠，能让她这么失态，那她得多喜欢那个人啊！我躺在病床上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抹掉了眼角笑出的眼泪，一脸认真地对小护士说：你说的没错，他们的确是很相爱，我都常常被他们感动。温书意瞒着我找了我的同事帮顾琛内推，同事告诉我的时候，一脸揶揄：席公和老婆可不能闹太久别扭。你们家温医生发信息让我帮忙的时候，我可吓了一跳。然后我帮他朋友把简历递上去了，还告诉他是你主动递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副深藏功与名的样子：和你老婆和好了，可要记得请我吃饭啊！我头疼地叹了口气，简直不敢想象，如果有一天和顾琛共事，会是什么样的修罗场。脑子里突兀地闪过了要不离婚算了的想法。从高中时对温书意一见钟情，到毕业后处心积虑地和他相亲结婚，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选择主动放弃温书意。可是爱他这件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变得让我疲惫不堪。下班后，我第一次没有急着回家，而是静静地在停车场坐了2个小时，直到温书意的电话打过来。我沉默地接通电话，温书意的声音里似乎压抑着愤怒：席安，你现在在哪里？我有事情跟你说。正好我也有事情要跟他说。打开门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放在餐桌上的一个小摆件，这是我们刚结婚时出去度蜜月时买的纪念品。我眼疾手快地躲了过去，摆件砸在地上，发出清脆的碎裂声。我看了看地上的碎瓷片，又看了看一脸冷漠的温书意，第一次感受到了从心底蔓延出来的冰冷，让我整个人都在微微发颤。席安，是不是你让人撤了顾琛的简历？我皱起眉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顾琛竟然也在我家里。他从客厅那里走过来，表情不愉。
我一开始和人事聊得好好的，那边突然就回我说不再考虑我了，不是你做的，是谁做的？我笑了笑，一脸坦然，我说了不是我。再说你怎么就这么自信，一定会进我们公司？要知道世界上比你要优秀的人可不少。他眼神冷了下来，握紧拳头。我毫不认输地直直迎上他的眼神。一旁的温书义站在顾琛身旁，满脸指责地看着我。席安，你不应该公报私仇，都说了我和顾琛是过去式了。他没注意到顾琛在听到他说的话后，眼神突然暗下来的样子。我朝顾琛挑衅笑了笑，听到没？过去式。顾琛骂了一句脏话，就朝我扑了过来，一拳头砸上了我的脸。我这段时间正憋屈着，毫不示弱地挥起拳头跟他打了起来。可我没想到温书义会突然一棍子打到我的背上，猝不及防下，我被顾琛揍倒在了地上。我擦了擦嘴角的血，静静看着眼神慌张的温书义。温书义扔掉了手里话筒，脸上苍白地朝我走过来，伸出手想要把我拉起来。还没等我拍掉他的手，身后的顾琛发出了一声痛呼。温书义扭过头去看他，他表情痛苦，伤口好像裂开了。温书义收回手，头也不回地朝他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扶他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犹豫地回过头，席安，对不起，我先送他去医院，我马上就回来。我低着头没看他，门被关上。我拿起地上的话筒，抽出里面的画，这是我和温书义刚结婚的时候画的和他的合照。那个时候，温书义一脸惊艳地看着这幅画，说要好好保管，七老八十的时候拿出来看，肯定很有感悟。没想到这幅画今天居然会被用来伤害我。我自嘲地笑了笑，深吸一口气，缓缓撕掉了这幅倾注了很多心血的画。我不要了，温书义，我也不要了。那天晚上说很快会回来的温书义一夜未归，不过还好，我也不在意了。第二天早上，温书义回来的时候，我正在收拾家里的东西，他走过来，站到我身边，也不说话，就杵在那里。我直接无视了他，转身要走，他拉住了我，我迅速甩开了他的手。老实说，有些恶心。他皱着眉头看我，眼里闪过一丝不悦。席安，你知道昨天顾琛被你打成什么样了吗？本来快愈合的伤口又裂开了。我愉快地笑了笑。是吗？好事啊。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毁了别人的工作，还打了人，就一点不愧疚吗？顿了顿，他语气坚定起来。你去给顾琛道歉。我嗤笑一声，我没有错，为什么要道歉？他冷着一张脸，你不道歉，信不信我？我打断了他的话，我们离婚吧。他像卡壳了，瞪大眼睛看着我，半晌不屑地笑了。席安，你喜欢了我10年，离婚你舍得吗？我愣了愣，收起笑，面无表情地问他，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他脸上浮出得意的笑。我们结婚后，我在书房翻到了你写的情书。顿了顿，他抿了抿唇，看着我道，其实我冷眼看着他，心里涌出巨大的烦躁和悲哀。原来他早就知道了，却还是一直冷眼看着我，像傻子一样讨好他。喜欢你这件事也是过去式了，我要跟你离婚。他愣愣地看着我，在确定我是认真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变得茫然。我不会离婚的，你是不是还介意我和顾琛的事？我都说了我和他没什么。我笑了笑，你们有没有什么跟我没关系了？他愣在原地，我绕过他，继续整理家里属于我的东西。他似乎才发现我在整理行李，拦在我身前。席安，我说了我不想离婚。我不耐地看着一脸倔强的他，不离婚也行啊。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我继续说，你让顾琛来给我鞠躬道歉，昨天可是他先动手的，
温书义攥紧拳头，眉头死死皱着，几乎是在我说完的那一刻脱口而出：“你让他这么骄傲的人鞠躬道歉，怎么可能？”我哈一声笑了出来，咬紧了牙根，压低了声音愤怒说：“所以顾琛骄傲，我席安就那么下贱吗？下贱到只能在你这一棵树上吊死，下贱到要跟你的初恋和平共处，你到底凭什么这么对我呀？就仗着我爱你？”他哑口无言，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一个音节。我嗤笑一声，低头看着他：“温书义，我告诉你，我们完了，这婚也离定了。”那天，不管温书义怎么胡搅蛮缠，我还是搬走了自己所有的东西。过了几天，我去公司休假，没想到我的办公室里坐着顾琛。“你怎么在这里？”他转着椅子，眼神轻蔑：“当然是被请过来的。你的履历远远不如我，这个位置自然是由我来做。”我深吸一口气，压抑着愤怒去找总监。总监一脸难色告诉我，顾琛是一个大甲方的老板举荐的，让我委屈一点，先把办公室让出来。在知道这个甲方名字的时候，我就明白这是跟温书义脱不了干系。温书义，你要不要这么狠呢？我放你们两个破镜重圆，你来让我丢饭碗？他沉默了一会儿，答非所问：“席安，我重感冒了，现在一个人在打点滴。”我冷笑一声：“这话你不应该跟我说，你应该跟顾琛说。”挂断电话，我狠狠踹了一脚楼梯间大门，一个咬了一半的苹果滚了出来。我发誓我不是故意偷听的。看着公司新来的实习生一脸尴尬地缩在门板后，我无奈地摆了摆手：“别说出去。”后面的日子里，我手里负责的项目一个个被移交到顾琛手里。在公司坐了几天冷板凳后，我索性提了离职。走的那天，顾琛嬉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席哥，需要我给你介绍工作吗？”我充耳不闻地整理着办公桌上的物品，他撇了撇嘴，推倒了桌上的花瓶。看着被打湿的资料，我转身揪住顾琛的衣领：“顾琛，你是不是没被打够啊？”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畏惧，像个鹌鹑一样缩在那里不说话了。我收回手盖好纸箱盖子，刚想走，想了想，又凑到顾琛身前：“顾琛，我和温书义要离婚了，你让他别缠着我了，快点签字。”顾琛垂在身侧的手紧握成拳，眼神愤恨地盯着我。我哼笑一声，转身离开。一对颠公颠婆，最好锁死，永远别分开。走的时候有多潇洒，我找工作的时候就有多狼狈，更别提在整个行业大萧条时期。最后，我索性用以前的积蓄开了一家工作室。令人意外的是，那天听到我打电话的实习生主动问我需不需要招人。就这样，工作室有了第一位员工。这天，我和温情毫无形象地蹲在图纸前吃盒饭，边吃边讨论着图上哪些地方需要深化。不知不觉的，脑袋咚的一声撞到了一起，我们不约而同地捂着脑袋笑了出来。突然，一阵大力掀翻了我手里的饭盒。“席安，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你居然在这里和别的女人卿卿我我。”看着眼前布满油污的图纸，一把火瞬间冲上了我的大脑，狠狠推了站在我身前的人：“温书义，你有病啊！有病就早点找个精神病院待着，别出来祸害人。”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眼眶红了，像是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席安，你不能这样对我！”我忙着擦图纸上的油污，看都没看他。他眼神愤怒地看向温情：“年轻小姑娘想走捷径，我能理解，但是插足别人的家庭，你就不怕最后身败名裂吗？”我扔掉手里的纸巾，把温情拉到身后：“你是在说
你和顾琛吗？别自己脏，就看什么都是脏的。他眼眶更红了，扑过来想从我身后把温情拉出来打他。这一次我更用力推开了他，他一屁股倒在了地上，定定抬头看着我，眼泪不停地从眼睛里涌出来。见我始终无动于衷，他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爬起来。席安，算你狠，离婚就离婚，你别后悔。看着他踉跄的背影，我嗤笑一声，后悔？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跟他结了婚。和温书义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他表情很冷。你要是现在后悔，现在还来得及。我翻着手机里的日历，头也不抬。别忘了1个月后来这里把证领了。他还想说什么，我不耐烦听了，加快了离开的脚步。正巧和抱着一束玫瑰花的顾琛擦肩而过，他拦住我，表情得意。听说明天你也要参加环城的招标会。我还没开口说话，他继续嘲讽，就你那个小破地方还想中标，做梦呢。我拍开他的手，拍了拍衣袖上的灰。顾琛，你还有空跟我在这里扯这个？你看你的心上人眼睛都肿了。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眼睛里一片晦暗。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不屑地笑了笑，转身离开。会议室外，我果然看见了顾琛。这么大的走廊，他非要擦着我的肩膀挤进去。席安，你输定了。我意味深长地看着他笑了笑，没说话。他下意识的脚步顿了一下，和我错开了位置。温情跟在我身后，小声对着他呸了一声。奖标结束，顾琛果然中标了。他站起来，志得意满地站在台上和甲方负责人握手，期间还向我投过来一个挑衅的眼神。我慢悠悠地整理着桌上的资料，朝他笑了笑。他以为我怕了，笑得更得意了。散会后，他特意绕开那些恭喜他的人，走到我身前，假惺惺地说：环城接下来还有一个庆祝晚宴，你要不留下来参加吧？说不定你还能认识到一些人脉，你的那个小破工作室能多活点时间。我拦住身边一脸愤慨的温情，在顾琛惊诧的眼神中笑着点了点头。他一脸无趣地走了。温情一脸愤怒地对着他的背影说：小人得志。我好笑地看着他喋喋不休地安慰我，想了想，故作高深地跟他说：欲让人死，必先使其狂。庆祝晚宴上，我不出意外地看到了温书义，他一身礼裙，目不斜视地从我身边走过。顾琛挽着他的手，笑容满面地和一个中年男人寒暄。那是环城的老总，当年他因为心脏骤停晕倒在路边，是当时还是实习医生的温书义尽力心脏按压才把他救回来的。所以他总说让温书义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去找他。可温书义总说他救人是身为医生的天职，不是为了得到什么。结果最后不还是为了顾琛几次三番用到了环球老总的恩情。我嘲讽地笑了笑，刚端起酒杯准备喝，一道人影窜到了我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狼狈地喷出一口酒。温情，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他手忙脚乱地帮我擦掉胸前的酒渍。我说了声没关系，然后推开他，才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换了小礼裙。见我看他，他转了个圈。好不好看啊？我故作迟疑地顿了顿，在他逐渐恼怒的眼神里笑着说：好看。果然人靠衣装马靠鞍啊，温公这一身都有豪门千金的范儿了。还豪门千金？席安，你哄女孩都这么俗吗？我偏过头，刚刚还和顾琛站在一起的温书义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看着他脸上不屑的表情，我语气平静地说：那是，我的确是没有顾琛会哄女孩，所以我甘拜下风，把你还给他了呀。
你现在干嘛还要找我这个俗人说话？他定定看着我，眼神执拗。我都说了，我跟他没什么关系。我敷衍地点了点头，打算带温情去别的地方。没想到他伸手拉住了我的胳膊，还没等我甩开，主席台方向传来一道声音：选择一个有抄袭污点的设计师做项目的负责人。环城是嫌自己现在的股票太好看了吗？说着，还从包里掏出一叠传单撒开来，整个会场寂静了一瞬间，随后转开阵阵窃窃私语。顾琛愣了一瞬后，随即一脸惨白地疯狂阻止别人捡地上的传单。我快意地看着狼狈的他笑了笑，眼角的余光看到了身边的温书意，一脸失神地松开了我的手臂，靠在了小桌上。桌上的香槟杯倒下，酒液顺着桌布洒在了他的裙摆上。我好心地蹲下，捡起一张传单递到他的手里，好好看看，认真看，仔细看。早在温书意把顾琛的简历推给我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顾琛在国外的公司竟然跟我的同学是同一家。在同学闲聊的时候，我顺嘴提起了顾琛，结果同学冷笑了一声，说他在国外的声名可不好，之所以回国也是因为他抄袭别人设计成果的事被拆穿，所以被开除，混不下去了。温书意一直忘不了的初恋，居然是这样一种人，真是讽刺。温书意把手里的纸揉成一团，恨恨瞪着我：你又是什么好人？不也跟别的女孩不清不白地搅和在一起？我被气笑了，刚想说话，温情拿起手里的酒泼在了温书意的脸上。大姐，你好好洗洗嘴巴，这么臭就别出来熏人了。温书意猛了一瞬间，然后朝着温情扑过来。我拉过温情往后躲，她不依不饶地要过来打人。我忍无可忍地拿起手里的酒杯也泼了过去。被连泼2杯酒的温书意愣在了原地，一脸崩溃朝我喊：席安，你居然护着小三！看着会场里的视线逐渐被吸引过来，我脸色难看地斜过身体遮住温情的脸。此时一道浑厚的嗓音响起：温医生，你说谁是小三？环城老总李成表情严肃地站在温书意身旁，看上去是要帮他撑腰。温情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要是得罪了环城，那他就只能转行了。温书意显然也清楚，他恶意地笑了笑，指了指我身后的温情说：就是这个女孩。我脸色难看地看着温书意，刚想说话，一道身影从我背后窜了出去。爸爸！温情撅着嘴挽住李成的臂弯，声音委屈：我就上个班，莫名其妙被人说小三，明明是他自己跟那个顾琛有猫腻，还倒打一耙。李成意味深长地看了温书意一脸。温医生，我想我们以后没有再见面的必要了。温书意脸色苍白地看着温情，手指紧紧揪着裙摆。这一场庆祝晚宴潦草的落幕，温情跟着他爸爸不情不愿地走了。走之前还当着温书意的脸跟我说：席公，我明天会准时去上班的。我失笑地摇了摇头，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温书意在我身后声音沙哑地说：你和他是不可能的，她是环城的大小姐，你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难道是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吗？温书意，我希望你能明白，离婚冷静期后，我们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不论以后我跟谁在一起，都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他艰难地笑了笑，眼泪流了出来。席安，你真的有喜欢过我吗？我的耐心彻底告罄，转头就走，随便你怎么想吧。温书意还想跑过来拦我，但是被顾琛死死抱住。他癫狂地说：书意，书意，你再帮帮我吧，
你还认不认识像李成一样厉害的病人？在转弯出门的一瞬间，我眼角的余光看见温书义崩溃地拿起酒瓶砸在了顾琛头上。可是这一切我都已经不再关心了。晚宴会场的视频被人传到了网上，一开始这件事情还没有多少人关注，可那段时候正好遇上了一本抄袭小说被拍成电视剧的爆炸新闻，所以顾琛很倒霉的也被人拎出来单开一个话题，于是顺理成章的，他的各个社交账号被扒了出来。他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最后一条动态是：初恋好像过得并不幸福，我要回国找他了，请祝福我吧。这张截图瞬间在网上传得纷纷扬扬，大家都在感叹到底谁这么倒霉被他给盯上了。就在这个时候，网上又传出了一张温书义和顾琛站在一起的照片，网友又沸腾了。天哪，他初恋已婚啊，他是回国当男小三的，这不是心外科的温医生吗？心疼头上有点绿的那位先生。我按捺不停打来八卦的电话，心气不顺地灌了一大杯水，托温书义的福，我大概要被人嘲笑很长一段时间了。门铃响起，我坐在书房里安静地装死，可和之前响几次就停止的门铃不一样，外面的人持之以恒地按了快有半个小时。我忍无可忍地打开房门，你到底想？你怎么来了？看着眼前憔悴的温书义，我皱着眉就想关门。席安，等一下，我们可以聊聊吗？我维持着要关门的动作，他急忙从包里掏出一本笔记本，你看，这是你写的日记，你还记得吗？看着表皮斑驳的日记本，一阵膈应涌上我的心头。这本日记记录的是有关于我和温书义的事情。在搬家的时候，本来想找出来毁掉，可没想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原来被温书义藏了起来。给我。我接过温书义手里的日记本，然后在他充满希冀的眼神里把它狠狠撕扯开。席安，你干什么？我避开扑过来想抢我手里东西的温书义，语气讥讽道：这是我的东西，现在一想到他就觉得恶心。他呆愣地停住了动作，喃喃自语：我们是真的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吗？我刚想说话，一道身影闪进了我和温书义中间。温情抱着一大堆图纸，义愤填膺地说：你怎么还有脸找上门来？你和顾琛的事都闹得人尽皆知了，席公都已经被堵在家里好几天不能去工作室了。我叹了一口气，接过温情手里的东西，把它推进家里。温书义，希望我们下一次见面是在民政局，在这之前和之后都不要再见了。顿了顿，看着他苍白的脸，我继续说：老实说，喜欢过你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像是污点一样。说完这句话，我就关上了门。隔着门板，我听到了温书义压抑着的哭泣声。顾琛事件带来的影响渐渐变小，我也终于可以和温书义去民政局彻底解除关系。我刚打开车门，车门就被另一股力量大力关上。席安，我查到了，是你害我的吧？看着脸色扭曲疲惫的顾琛，我后退了几步。什么叫害？那些事有哪一件不是事实了？他神经质地歪了歪头，脸色涨红。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回来是想重新开始，你为什么要毁了我？我抬起手看了看时间，预约的时间快到了。顾琛，什么叫毁了你？告诉别人你曾经做过的事就叫毁了你吗？那你呢？你有没有想过，我如果不反击，现在会变成什么样？一个婚姻失败、事业失败的失意男人，你有今天，完全是咎由自取。看着他不想善罢甘休的样子，我猝不及防地推开他，
然后上车关门点火。他锲而不舍地追在车子后面，声嘶力竭地喊着什么，我没听清，也不想听。民政局门口，温书义戴着一个大墨镜站在那里，我们沉默地进去。在盖章的时候，他的手突兀地伸出去，按住了钢印。席安，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你告诉我，我有哪里做得不好的，我都改。到这个时候了，他竟然还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温书义，你让我一个人打点滴，为了别的男人打我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死了。我拉开他挡在钢印上的手，印章顺利地盖在了离婚证上。这次是真的结束了。走出民政局的时候，我以为以后就可以和温书义和顾琛划清界限了。没想到一出门就晦气地看到了顾琛这个疯子。原本安静跟在我身后的温书义越过我拉过想冲过来的顾琛。你想干什么？顾琛反手把温书义狠狠推开。你也想害我？我让你帮我去找环城的老板求情，你为什么不去？温书义的墨镜被甩落在地上，露出一双红肿的眼睛。我要是早知道你变成了这样，死也不会再搭理你的。顾琛狠狠踹了他一脚。明明是你自己一个电话就屁颠屁颠地跑过来接机，还想把错推到我身上。看着温书义捂住肚子，表情痛苦的样子，我拉开还想踢踹的顾琛。席安，他有刀。我震惊地看着温书义被小刀穿透的手掌，然后一脚踹开了顾琛。医院里，我看着温书义手上包扎的纱布，你不应该挡的，你的手可能以后都握不了手术刀了。他脸色苍白地转过头，是我自己愿意的，你不用有心理负担。我坦然地笑了笑，我一开始的确是有心理负担的，我怕你因为你救了我就要求我原谅你。不过转念一想，顾琛本来就是你招惹来的，我算是无妄之灾吧。我无视他怔愣的样子，站起来，声音平静，温书义，我们以后别再见了，就算在路上遇到，也当不认识就行。从医院出来之后，温情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跳到我面前。席公，你看上去像是顿悟了，要出家吗？我做事要踢他，他跑得比兔子还快，声音轻快。席安，你现在单身了哦，要去团建吗？庆祝工作室顺利活过1个月。团建回来后，我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之前的公司打电话来邀请我重新回去，并承诺更好的薪资待遇，我拒绝了。之前因为温书义医生的工作时间太不规律，我需要更多的时间照顾他的1日3餐，而其实我更加喜欢拼搏的感觉，为自己喜欢的项目熬夜会让我很兴奋，跟进项目所有的流程也让我很有成就感。总之，离婚之后，我更像是找回了本来的自己，感觉很好。只是温情老是在我耳边嘟囔顾琛和温书义后续的事。原来温书义的手真的因为顾琛的那一刀再也拿不了手术刀了，他转到了医院的后勤部门，本来日子也能过下去，只是顾琛不放过他，在被关了一段时间后，他的履历更加的烂，所以只能紧紧抓住温书义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温书义的工作自然也开展不下去了，在又一次被医院领导约谈之后，选择了辞职离开这座城市。离开前还用陌生的号码发来一条短信，对不起，我熟练地把这个号码也拖进黑名单。他最大的对不起，其实就是永远别再联系我了。看着面前还在八卦顾琛又进监狱的温情，我头疼地揉了揉眉心。要去看电影吗？去。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
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